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对这个人的成长究竟有多大影响？在开始今天的案件之前，我们不妨先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今天这个案件的主人公如果成长在另一个环境当中，他可能完全不会犯下这起案件。今天案件的主人公名叫艾德蒙·肯伯，他在1972年到1973年之间连续杀害了6名女大学生，他将她们头割下，摆放在自己的床头肆意玩弄。他的最后一个受害者是他的母亲，他用羊角锤将母亲敲死，割下头颅，侵犯了无头尸体。随后他将他母亲的喉管割下，放入绞肉机当中绞碎，而这么做的原因是他母亲在生前经常对他大吼大叫，只有这样做，他才能发泄心中对母亲的愤恨。而他之所以杀死那些女大学生，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出于对母亲的愤恨。那么他为什么如此憎恨自己的母亲呢？这一切还得从肯伯的家庭讲起。肯伯于1948年12月18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伯班克，他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母亲名叫克拉纳尔·伊丽莎白。肯伯是加州大学著名的政治系老师，同时也是政务主管。父亲是埃德蒙·艾米尔·肯伯，是一名经历过2战的退伍老兵，退役后在一家汽车公司任职。父母的工作差异导致了母亲经常抱怨父亲的工作，家庭的主导地位也落在了肯伯母亲的身上。克拉纳尔在家里极其专横，家中的所有事情都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才行。他就像一个生活在丛林中的国王一般，统治着家里的其他成员。最终，肯伯的父亲无法忍受母亲的这种专横，选择了离婚。肯伯和姐姐妹妹在离婚后被判给了母亲。这一年，肯伯不满9岁。离婚后的母亲对肯伯这个家里的唯一男性施加了极其严格的规矩，但凡肯伯有一丁点的错误，就会迎来母亲的一顿辱骂和责罚。8岁这一年，克拉纳尔因为一丁点小事，将肯伯独自关在地下室长达8个月的时间。一个8岁的正常小男孩被关在昏暗的地下室这么长时间，这件事给了肯伯幼小的心灵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伤害。从此之后，克拉纳尔便将这种惩罚常态化，时常将肯伯关在地下室中惩罚。与肯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姐姐妹妹得到了母亲的关爱，这种差别对待让肯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甚至有一次，克拉纳尔因为怀疑肯伯对自己的姐姐有幻想，而将他关在地下室中。9岁的时候，肯伯受到了更多的处罚，因为他总能让母亲想起他那不争气的前夫。肯伯从小就比同龄人高出一些，发育比较超前，因此他的母亲开始不断嘲笑他的身高。这种语言暴力和体罚充满了肯伯整个童年时光，他无法将自己的愤恨发泄在自己的母亲身上，只能发泄到小动物身上。9岁时，肯伯将自己家的猫活埋；11岁时，肯伯将一只小鸟虐待致死。同时，肯伯还对暴力和恐怖充满了幻想。他经常拿着小刀到自己的学校周围转悠。由于母亲工作繁忙，肯伯在12岁时被送到了外公外婆家。在这里，肯伯学会了如何打猎，如何使用猎枪，但是这依然无法填补肯伯内心所遭受到的伤害。得不到母爱的肯伯在14岁时选择了离家出走，去往旧金山寻找自己的父亲，但此时的父亲已经再婚，并且有了孩子，父亲只能将肯伯安置在爷爷奶奶家。此时肯伯15岁，他身高已经1.93米了，完全看不出是个未成年人。得不到任何人关爱的他，就像一个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他受够了这种命运被人限制的日子，他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他对自己的爷爷奶奶下了杀手。他用猎枪将爷爷奶奶杀死。事后，肯伯很平静地给母亲克拉纳尔打了电话。过了没多长时间，警方来到了案发现场，肯伯就这样静静地坐在那里。面对警方询问杀人原因，肯伯非常淡定地回答说自己只是想体验一下杀人是什么样的感觉。杀死自己的爷爷是因为不想让爷爷因为失去奶奶而伤心。这是肯伯第一次杀人，而他首次作案的目标就选择了自己的奶奶。克拉纳尔的极端教育终于将自己原本正常的儿子变成了一个杀人凶手。由于肯伯此时尚未成年，而且被精神专家鉴定为患有精神分裂，他最终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进行治疗。肯伯绝对是精神病院中最正常的一个，虽然肯伯身形高大，但是他的智商一点都不低。
他的智力测试分数是140分，比普通人要高出不少。肯伯在精神病院的良好表现，让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和大夫都觉得肯伯是个再正常不过的人。在这里，肯伯还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最终，医院通过肯伯的种种表现，判断肯伯已经对社会没有危害了，从而让肯伯于1969年12月18日出院。这一年，肯伯21岁。医院要求肯伯出院后要跟自己的母亲一起居住，这让原本已经得到喘息的肯伯再次回到了那个令他窒息的人身边。克拉纳尔虽然已经改嫁，但是仍然收留了肯伯。出院后的肯伯做了自己的人生规划，他先考取了社区大学，还想成为一名警察，最终成为警察愿望由于他2米多身高的原因没有如愿。克拉纳尔在学校是个令人尊敬的老师，他把他所有的恶意都留给了肯伯一个人，又生活在一起的两人几乎每天都在吵架。现在克拉纳尔对肯伯已经施加不了体罚了，但语言暴力的威力并不弱于体罚。这段经历又唤起了肯伯内心的那头杀人猛兽，他在攒了一些钱之后就搬出了母亲的住处，远离了母亲。他依然没能控制住杀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反而更加强烈。他在自己的车上准备好了犯案道具，然后积极地在周围打造自己乐于助人的形象。这些手段很成功，在旁人眼中，肯伯就是那个身形高大、笑呵呵、爱帮助别人的巨人，一切都准备就绪。肯伯开始了自己的狩猎。1972年5月7日，肯伯将在路边打顺风车的2个加州女大学生玛丽·安妮·皮尔斯和安妮塔·路切萨骗至自己的车内，之后将2人带到人迹罕至的地方杀害，又将2人的尸体搬回到自己的公寓内进行肢解，并将2人的头颅割下摆放在自己的床头。尸体的剩余部分拍照后被他收拾进垃圾袋，抛弃到了山里。1972年9月14日，肯伯伪装成长途司机，将被害人古艾子骗上车，之后将其侵犯后杀死。这次肯伯又将尸体带回了公寓，肢解拍照后进行了抛尸。1972年11月，肯伯想方设法地跟自己的精神科医生说自己已经痊愈了，希望把自己的案底洗掉。精神医生信以为真，帮助他将自己的案底成功撤销。此时，肯伯已经杀害了3人。1973年1月7日，肯伯突然袭击了在路旁打车的辛迪·夏尔，这次他将尸体带回了母亲的住处藏拉起来。2天后，趁着母亲外出期间，肯伯将尸体进行了肢解，割下来的头颅被埋在了克拉纳尔的卧室旁边的花坛里，剩余的被他抛尸山中。1973年2月5日，肯伯开车闲逛时碰见了回家途中的罗莎琳德·索普和刘艾丽森，他用枪将2人杀害，之后将尸体装进车里。当时的案发地点是在加州大学内，杀完人的肯伯并没有着急回家，他将车停在校门口，和学校保安人员谈笑风生了一段时间，才于凌晨返回到了母亲家中。此时的克拉纳尔已经熟睡，他将尸体藏了起来。第2天，趁着克拉纳尔出门时，肯伯将尸体搬到床上，并侵犯了2具尸体，之后进行了肢解，将头颅埋在母亲的花园当中，剩余的肢体抛尸到山中。至此，肯伯已经连续杀害了6人，6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大学生。由此也不难看出，肯伯选择自己的作案目标跟母亲有着联系，他的母亲也是在大学中从事教育工作，他把在自己母亲这里受到的打压和屈辱都一股脑地发泄在了这些无辜的女大学生身上，将母亲热爱的教育事业教育出来的学生当作目标，在母亲的家中进行肢解，将他们的头颅放在离母亲卧室很近的地方。在肯伯看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报复行为呢？1973年4月20日，肯伯选定了自己的终极目标，自己的母亲克拉纳尔。他趁着母亲熟睡之际，用羊角锤敲死了自己的母亲，之后将母亲的头颅割下，并对无头的母亲尸体和头进行了侵犯，之后进行了肢解，将残肢藏在了壁橱里。随后，肯伯悠闲地来到附近的酒吧喝酒，喝完酒的肯伯来到母亲的邻居萨利家门口，邀请萨利一起吃晚饭。当萨利来到家里时，肯伯杀死了萨利，并将萨利的尸体进行肢解，也藏在了壁橱当中。做完这一切的肯伯编造了母亲和萨利外出旅游的谎言。随后，肯伯离开了自己母亲的家。肯伯在逃亡了一段时间之后，并没有收到自己被通缉的消息。此时的警方并没有将频繁失踪的女学生怀疑到肯伯头上。
因为当时附近还有其他连环杀手出没，肯伯选择了自首。他打电话给了警方，说了自己杀人的事实。警方一开始还以为他是开玩笑，并没有当真。几个小时之后，肯伯又再次打了自首电话，这次警方将他抓获。在警方的询问当中，肯伯非常配合地说出了所有的案件细节。1973年10月23日，肯伯站到了被告席上。精神鉴定医生表示，肯伯作案时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而且他是有预谋的杀人，所以他不能以精神问题为理由对自己进行辩护。最终，肯伯被判无期。当法官问肯伯应该被判什么刑罚时，肯伯回答折磨致死。他极力要求法官判处他死刑，但当时加州已经废除了死刑，这个愿望没能实现。肯伯的案件到这里就分享完了。我们回到节目刚开始的那个问题上面来，正在看视频的你，觉不觉得如果肯伯从小的生活环境不一样的话，凭借肯伯的智商，是不是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呢？欢迎在留言区评论你的想法。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也请多多点赞转发，点点关注支持。下期见。